各位好，我是杨永明。我们回来第二段，我们进入到国际新闻。这个是一个重要的这个事件哈，而且地点很特殊。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急忙赶到泰国曼谷，去跟王毅，现在仍然是中国外交部部长会面。他们之前的会面都在别的地方，一次在奥地利，一次在马耳他。这两个地方简单的说，大概就是在北京跟华盛顿中间。那现在为什么跑到泰国曼谷去？那昨天开始到今天这2天，两个高官在讨论主要的议题，包含红海，还有中美关系。那当然，中国外交部也说也会对台湾的立场表明态度。那白宫针对这个议题是说，我们要保持战略的沟通，所以这2大等于是国安顾问的这个角色要定期的会面。但不同于过去的第三国苏利文为什么要急得到泰国去？泰国不是离北京比较近吗？那我刚刚提到，一个在奥地利，一个在马耳他。但是首先他先宣布了是中国外交部这边先宣布，王毅要对泰国的访问，26号到29号，然后呢才这个就是苏利文这边才说，他26号到25号到27号要去，中间交叠了2天。2个人其实真正的目的是要到泰国曼谷去彼此是会谈，要谈伊朗，然后呢，当然也可能会谈台海，所以呢，这个同时解放军的海空军也在台湾的周边举行这个联合战警警巡，所以其实双方在台海的较劲，其实还是在进行当中的。那我们再看到北韩，也就是这个朝鲜。那中俄朝三角的这个联手，美国就赶快派军舰来了。那中国大陆外交部的副部长孙卫东到了平壤，和朝鲜的外交部部长崔善基见面，双方达成了一个书面上的这个同意，是继续加强战术协同及互动，维护共同核心利益的立场。那北韩很清楚的，朝鲜很清楚的要拉拢中俄，那金正恩他的动作非常多。所以是不是会造成，就是说一个北韩的整个朝鲜的这边会发动战争，使得朝鲜半岛变成亚洲火药库？所以美国现在赶快把罗斯福号的这个航空母舰从第3舰队，它本来是驻扎在圣地亚哥，第3舰队编入到这个，其实我是有点质疑是编入还只是这一次加入到巡航到这个西太平洋这边的第7舰队这边来所以美国国防部官员证实，罗斯福号已经成为第3支的航母打击群。这有点证实，在原本的雷根号跟卡尔文森号也属于第7舰队那现在再加入了罗斯福号，有3支航空母舰在这个区域西太平洋至少在所谓的印太总部的这个掌控之下。那罗斯福号的航母当然就有这个飞弹巡洋舰、驱逐舰，有近100枚的这个飞弹所以呢，就代表了是不是朝鲜半岛这个区域更加的紧张？那我们看到美国的国防部他就说，其实我们对于中国的挑战并没有分散，并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我们没有调动任何印太司令部的资源来应对其他地区的这个挑战。不过我这边要提醒，其实本来在印太地区的资源，事实上相对而言是不够，这个跟欧洲比起来是有差的。五角大厦国防部就证实，全球首款第6代机 B-62隐形轰炸机开始投产。继美国空军最新的这个隐形轰炸机之后呢，你看到五角大厦批准的 B-21突袭者这个项目开始生产。关键来了，是全球最大的军工的这个企业预警订单够，但是呢，供应链可能会断。为什么？劳动力缺短的情况之下，那事实上会造成供应链整个美欧之间军工企业难以大幅的提高他们的产能。那另外一方面，你就看到了解放军东部战区海军的多艘舰艇展开新年度的全训考核。过去我们看到055的这个大区几乎是1年1艘的在生产当中。然后呢，山东舰、三亚母港也开放常态化军事训练，官方也提供很多这个新的照片。亮哥，请问他们2个人为什么跑到曼谷去了？因为你看以前去年2次嘛，一次在维也纳，一次在马耳他，对，那都是在中美的中间嘛。是，那这一次
而且沙利文这个行程是插进来的，因为王毅受泰国邀请，这个早就宣布了，定下来的，所以是苏利文他是插进来，那美国有求于中国啦，所以泰国的位置刚好是在中东跟东亚的中间，你就直接讲吧。东亚事实上可能不止台湾啊，可能还包括朝鲜的问题，在红海跟台湾之间。对了，可是我认为他们不会只谈这些啦。对，那是这样，因为这个《金融时报》写说啊，过去3个多月来，美国不断的敦促中国要用他对伊朗的影响力，来促成胡塞武装这个冲突能够迅速落幕啊。那效果不明显。那我认为中国大陆一定也是对美国其他作为不满嘛。对，事实上最近我们看到美国对中国还在搞科技战啊。对，罗森伯格还到台湾讲275号决议跟台湾无关啊，没有决定台湾的地位。所以你去想一想，中国大陆怎么可能在这种氛围下，来帮你忙啊？所以中国大陆上王毅那个中国外交部已经讲了，说事实上他们就直接提台湾的问题，就是而且他的用语是这个拜习会那个时候所确定的台湾问题的那个框架的进一步的讨论啊。是，那个时候事实上大家都非常清楚嘛，就拜登讲不支持台独嘛，所以我认为中国大陆就是要求美国对不支持台独以及罗森伯格最近讲这种275号决议的论述，这中间的矛盾要做解释。是，我认为应该是这样。所以接下来希望赖清德能够专注看人家到底在谈什么，因为美国跟中国对这种会面方式，他们是有高度共识的，认为非常有效。过去都在这2个地方举办。对，那2次事实上都有效。对，维也纳那次就化解了气球危机嘛，是，然后布林肯就去访问中国嘛，对不对？没错，还包括叶伦。那第2次马耳他等于是启动了拜习会，就确定了中美高峰会，所以都是有效的，都有目的的，都有目的，而且是高度保密，对，而且都是临时宣布，是事后你才知道，对，那几乎没有媒体在场，所以这个是真的在办事的高峰会了，战略对话了，所以我认为对方彼此对彼此之间一定会要求一些有效作为，比如说红海。那中国大陆你一定要拿出作为啊，对，因为看起来没解，而且那个科比还公开在白宫回答记者说，我们跟伊朗接触不上，中国有办法，他公开这样讲，事实上就是要干嘛是很清楚的啦。那中国大陆不可能做白宫嘛，是，所以我认为他一定会对美国的台湾问题上的表态要求要有具体的落实啦。对。这2天也放出消息嘛，大陆这边也说也间接的，其实过去跟伊朗谈过，你要稍微有所节制。而且有明，我跟你讲啊，对，那个合众国际社又放了一个新闻啊，说才刚确定了王毅跟这个苏利文要在泰国见面，北京就立刻又飞了33架飞机，还有6艘军舰在台湾周边。叫做联合战警警巡，对，那其中有13架飞机越过中线，所以他们认为北京就是在跟美国表态了，说你如果没有处理好台湾问题，后果会非常严重。将军，好，接着这个话，亮哥的话，我接着说明哈。你看，美国为什么这么急着生产 B-21？去年11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它释放出来影片还在试飞。然后才短短不到2个月，他就要宣布可以开始量产了。可见他可能是一边这个试飞，一边量产，一边做修正。那美国为什么这么急？你看，他又把3艘航母几乎可以动了他的老家底，可以动用甲板都摆到东亚洲地区来了。是。那我今天我们以这种战术战具的能力来跟各位做一个分析。我觉得当然我们可以关系到北朝鲜，对不对？跟韩国之间的东北亚紧张的局势。还有我们自己台湾，因为赖清德当选，担忧这个中共用武力来对台湾实施武统的行动。那美国现在来讲，如果说要真的对
要嚇阻中国大陆对台湾来实施武统的话，第一个动作，你必须要有可以攻击中共沿海各港口的这种武器的能力。那我们现在看看中国现在，我们现在从中共来讲，它解放军空军，我们就用歼16陆基型的，我们先不要讲航空母舰，陆基型的歼16，它的作战半径是1600公里，也就1600公里之外，它就可以对你实施打击。那美国现在来讲的话，有哪一种武器可以飞进1600公里？B-52轰炸机来讲的话，它已经属于老旧型的轰炸机了，那它的飞弹不可能接近到那么近。那第二个就是以 B1 来讲的话，我跟各位讲，美国现在很糟糕一件事情，它 B1 枪骑兵的轰炸机总共生产了63架，现在能够飞的只剩下6架，也就是它妥善率只有10%而已，它根本10%而已，这么的低。对，然后 B2 他认为是宝贝，但是我跟各位讲一个笑话，美国来讲 B2 生产出来，他认为天下无敌，还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发展出这种武器，他也认为这种武器方知天下，但是没想到，所以他那时候做了一个动作，他怕人家窃取 B2 的机密，所以他把 B2 的所有设计图、关键的设计图，还有他关键生产这个零件的机器，把它拆掉，把这个图给它销毁，让中共偷不到。所以目前在这种状况下，它 B2 来讲的话，它也没办法生产，然后它的这个后续的这种保养维修又太贵。另外还有一个很大一个缺点，就是现在来讲的话，它虽然可以隐身，可是在雷达上面已经可以看到它了。那大概是0.1平方公里，也就是它的大小在雷达上面看也像一只鸟。那我跟各位讲，你像不像一只鸟可以飞到0.95马赫这么快的速度？如果在雷达上面你看到有一个小鸟飞到这么快，你认为那是小鸟还是轰炸机？所以来讲，它隐身效果也是不大。好，我们讲到飞机之后，我们现在来看它的飞弹。美国现在空对地的飞弹最大的这个只有1000公里的射程 ，AGM-158 就1000公里，也就是它飞进到1000公里以后，才可以对沿海各港口来实施打击。因此，在这种状况之下，它一定要赶快把 B-21端出来，那希望这种飞机能够接近到中共的沿海1000公里之内，来投放这种就是目前它最先进、射程最远的巡弋飞弹 AGM-158的这种飞弹，才能够对沿海各港口来实施打击，才能够嚇阻中共的船团对台实施登陆作战的船团，才能够对这些船团来实施打击。我觉得这也显示出来，就是中美双方来讲，目前我们东亚地区来讲，确实是属于在美国认为是一个兵凶战危，有可能随时会点燃的一个火药库。是，很兵。其实我们自己大选选完，我们都在关注这些党团内斗、恶斗啊，谁选院长、副院长啊。实际上，在美国看来，东亚局势是非常危险。对，因为北韩一直都在蠢蠢欲动，所以中国大陆为什么要去跟他会面，也是要了解北韩现在的一些动向。那美军自己也是认为台湾周边很危险，因为大家可能只看说哇，那个解放军又是例行演习啊，什么什么联合战警巡啊，其实真的是这样吗？你知道他最近在台湾周边的态势已经改变了吗？他现在没事就在派船舰直接在我们的24海里旁边转来转去，而且故意跑给我们追，他故意这样子，就是故意跑给你追。你一来他就开始加速，然后他就跑绕一圈跑给你追。他为什么一直在做这些动作？就是在测试你的反应能力啊，看你会做出什么样的动作。是，对啊。那这个其实你闹得不好，就会出现大状况。而且24海里离我们非常近，只有40几公里。他随便一个加速，可能就冲到台湾岸边来。那请问一下，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在美国人看来，我们是很紧张的，只是我们政府好像一副太平无事的样子，装作好像没事。其实美国人看的是很危险。所以本来这来说，雷根号，因为雷根号其实去年问题重重啊，他去年有7次延期出港，就表示他的基建可能出了什么问题，而且他的这一次的勤务的时间也拖得蛮长了。再来说，那个罗斯福号应该是来跟他交换的，然后让他回去做整修，结果呢，这次3台还停在这个地方，就表示美国人认为最近这一块地方不是很平静，我必须要维持一定的战力在那边嚇阻，所以才会三个航母打击群都在这个地方。但是问题是，他们能够支撑多久？我觉得美国现在大概就是认为说，我先看一下，等到局势整个稳定之后，就再把雷根号让他回去，大概是做这样一个盘算。可是问题是，局势到底会怎么演变？我觉得我们的政府真的要打起精神来。我一直觉得很奇怪，就是蔡英文好像很不喜欢开国安会议一样。他照理来讲，很多这种时候他都应该要开国安会议，研究一下到底你
就算把中国当敌人，你也要研究一下敌人的态势状况吧。他在数馒头了。那这样子会把我们陷入险境当中。大家观众朋友都没想过吗？解放军没事就在你家门口晃来晃去，而且不是只有船舰，也有飞机，每天这样晃，你们都不担心会出问题吗？还有气球。对啊，所以我真的觉得，如果我们老是这么拖大，你一直让人民这样如此麻痹哦。因为我看我们的国防部最近公布那些航机图行业公布的很随便弄就算。你要知道，如果一旦大家都习惯，包括我们的军人都习惯，有一天他就直接冲到你家门口了，那请问你怎么对付这个状况？你完全没办法对付，真的不要开玩笑。我觉得红海这个问题不是曼谷这个议题美国是因为红海了，但是呢，当然也是为了台海。北京那边的态度很清楚也就是说，你到底跟赖清德那个访问团回去，到底也没有做任何的这个报告，也没有做任何的这个记者会。那到底成效如何？现在距离520虽然还有一段时间，但是呢，是不是真的你能够好好的管控？我觉得这也是双方对话的这个主要的目的。我们休息一下。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是杨永明。我们这一节来看红海。胡塞组织是不是杀红了眼了？在红海，红海的危机升级，我们这边刻意用出这样子一个叛军的字眼因为我觉得在红海事件之后，西方媒体开始又把胡塞组织叫叛军组织但它事实上内战从2014年开始，它已经扩大占领到了整个也门的北部，包含首都，已经是一个交战团体了。那不管怎么样。也门的胡塞组织26号正开始对亚丁湾巡弋的美国的驱逐舰卡尼号发射飞弹，但是被击落，也就是对美国舰艇发布动的另外一波的攻击。那昨天呢，这个事情闹大了，一艘英国的邮轮被飞弹攻击起火，但是还好船员都安然无恙。那因此呢，马士基的2艘货船呢就马上的折返，放弃进入到红海，因为已经造成就是船的这个起火，所以整个红海的这个危机的苦主苏伊士运河它的交通量雪崩只剩下60%，少了40%所以根据联合国资料，在也门胡塞发动攻击之后2个月之内，苏伊士运河的交通的这个量下滑了40%以上，引发了对全球贸易的担忧。所以北京是不是看不下去了呢？就有媒体在想。北京是不是有施压伊朗约束胡塞？那我们刚才亮哥有提到，科比美国的国安会发言人是说，美国对于这个胡塞组织一筹莫展，没有办法有任何的影响力。一方面是武力镇压，另一方面呢，不断的就干脆出面请中国这个和缓。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刚刚提到这个2位苏立文和王毅要到。已经昨天开始在泰国的曼谷举行会谈，现在应该要结束他们的会谈了。那中美2国是不是会讨论对胡塞组织的这个情势如何来去共同的这个压制？那因此是不是对伊朗施压，约束胡塞组织，然后呢停止攻击商船所以事实上双方还是各怀鬼胎了不过，刚刚我们也了解到，在曼谷这2天的会议当中，台湾的议题当然也是关键，这也影响到双方对于就是红海的议题是不是能够达成一个就是这个一个合意。那现在这个拜登现在要跟中国讨救兵了吗？那这个可是背后我们看到伊朗攻击的背后，这个是大概最新的一个消息但这个消息我们提供大家参考是，这个是《华尔街日报》，那《华尔街日报》有很多就是来自于美国国防部的一些讯息，是真是假？不是很清楚，但是呢，总是这个第一时间告诉大家，其实在今年年初的时候，1月3号，伊朗那个就是苏莱曼尼逝世4周年的纪念活动中发生了恐攻，造成84个人的死亡。后来美国说是伊斯兰国，然后呢，但伊朗认为是美国 CIA 在背后。可是《华尔街日报》说，我事先就告诉你了，这里有点违背我们一般的认知，美国会事先告诉伊朗 ，CIA 会事先告诉伊朗有恐攻。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似乎好像跟美国无关，但伊朗总是认为说这个反正就是你这么做的。你看 CIA 的情报局的局长伯恩斯
他跟以色列、跟埃及这个在欧洲会面，是不是要讨论到以巴停火跟人质交换的问题？所以呢，他这个又说，这个是绝对不透露他这个行程。然后呢，但是这个行程老早已经被揭露，被《华盛顿邮报》给揭露。亮哥，这个伊朗事实上，他认为那个科尔曼、那个苏莱曼尼那个大型的爆炸事件，对，是逊尼派正义军干的啦，对，所以他才去轰炸巴基斯坦境内嘛，那是针对正义军啊。那因为都在俾路支省周边，对，所以他们不认为是伊斯兰国啦。说实在啦，这个因为伊斯兰国通常都是用自杀炸弹客，是，那个明显不是嘛，而且它有2个地方都是这个大的袋子里面装炸弹，在车后厢。对，那后来事实上他们也有逮捕，我看到的报道是伊朗的媒体，他逮捕了11个人，所以我认为他是有证据的啦，所以他去炸那个逊尼派的正义军啊，对，那逊尼派的正义军这个历史啊，他是2伊战争的时候，因为他是逊尼派嘛，然后他在伊朗的跟巴基斯坦的边境啊，是，他跑去跟伊拉克串在一起了。对，那伊拉克那个时候是逊尼派主导，美军支持就美国就跟他搭上，啊，对，所以伊朗坦白讲，当然他没有直接证据说这是正义军这个事件就美国搞的啦，可是就是正义军跟美国是有关系的，你说所以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啦，所以我觉得去扯这个也是很怪啦。事实上，现在比较麻烦的地方是也门的胡塞武装。目前这个红海的事件，伊朗否认跟他有关，他现在不认到目前为止，对，你可以看到伊拉克的圣城女啦，黎巴嫩的真主党啦，这个他还认，可是也门胡塞武装啊，没有做到他跟沙特阿拉伯的斗争，他是长期支持，是，可是他并没有叫他去对红海射火箭弹啊，对，哦。他目前是撇清的啦，你说伊朗撇清的，伊朗撇清，对啊，那你讲这个马士基2艘船哦，为什么变成重大事件？因为是美国国防部委托的，哦，船上是美国国防部的货，哦，所以它几乎相当于军事的运输舰，一定会被攻击。你连这个也敢打？不是，美军是说你连这个也敢打？不是，应该说你连这个你都知道啊？对，你都知道，还没有打，因为已经折返了。不，所以基本上就是对美国发现这个不处理不行啊，那因为也门那个那个地形哦，你海岸线其实你进去它就是高地嘛，对，而且胡塞武装主要占领的就是海岸线那一块，对，那块很大整个北部包含首都都在那边，所以你说这个美国地面部队也不敢上去了，他认为一进去搞不好变成第2个阿富汗。是，因为它就是部落化、散兵游勇式的，对，而且它的火箭弹跟导弹的射程还蛮远的，对，它事实上还可以射到亚丁湾啊，所以就是说，即使它远离海岸线，它还是可以搞你啊，所以美军现在真的是没辙了，不知道怎么办，他已经进攻过8波了，是，那听说只损害了差不多三分之一左右，就是这样啊。所以很多船只都在那边等待一个中国的船只过来，大家一起靠着它过海，然后过海峡。将军，胡塞这个红海的袭击行动哈，各位如果说有注意到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个趋势，第一个它的攻击量越来越少了，它不像刚开始的时候满天的无人机对你攻击，可是它的次数虽然减少，可是它精准度是增加的。你看现在来讲的话，它不但精准度增加，我所谓它精准度，除了打你船的命中的精准度增加，它要攻击的这些船只的这个情报来源也更精准。你看，它要抓准美国的这种运货的船来攻击，代表它的这种。那背后来讲，到底是这个伊朗提供它相关的情报，以及提供它更精准的武器，还是说胡塞把自己的压箱宝掏出来使用？这东西我们没有确切证据，不敢讲。但是从美国跟伊朗这个动作说，
上次你这个恐攻哈，这个我有提供情报给你哦，这代表一个意义，就美国认怂了。美国认怂了。美国认怂了。因为那个时候3月3号的时候，这个恐攻一发生的时候，伊朗就直接直指说，这个幕后的黑手就是美国跟以色列。同时，他对以色列来讲的话，他打他的在叙利亚的这个摩萨德组织那栋大楼，然后对伊拉克来讲，打他在美军的基地来讲，他又实施报复手段。但那个时候已经从3号到现在已经这么多天了，那时候美国就是说我们不是我们干的，我们没有幕后指使。可是那个时候他并没有讲说我们还提供你情报。那为什么隔了20几天以后，他现在说伊朗讲说，我有提供你情报，是你们自己不重视，没有处理好这个恐攻的情报，我那时候有提供给你。可见呢，美国来讲，他这个在红海那边的攻击，对已经来讲已经觉得说这个东西，如果说不从伊朗那边来这个切断它正本清源来讲的话，他就没有办法来处理红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讲这些话是有一点低头，向伊朗低头的味道比较明显。刻意透过《华尔街日报》来这个发表，对，就是说我有跟你讲啊，你自己没有处理，你不要怪到我这边来，这我绝对不是幕后处理。那你这边你就不要再支持你胡塞小弟攻击红海，免得造成世界上面经济上很大一个困难。那另外我们从这次来讲，王毅跟苏利文见面来讲，可能也是讨论红海的问题。但是红海问题关键在什么？关键在还是在以阿的一个冲突来讲，以色列可不可以这个结束这个冲突？我觉得是幕后最主要关键。那目前我自己看起来，我觉得以色列要停止这个攻击行动，或者是哈马斯要停止这个双方这种争执冲突来讲的话，可能暂时还看不到尽头。没错，韩冰。我觉得美国的逻辑是很奇怪，他在指责中国大陆不对伊朗施压，那你为什么不对以色列施压，就要停止行动？没有错。对啊，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不是吗？你美国应该去叫以色列不要再去打加沙走廊，那胡塞组织就不会去打这些船了。你停火，我就不打了嘛。对啊，这不就是这个事情吗？那你自己明明有能力，你不去做，然后就你要指责别人去做，我觉得这个逻辑真的超奇怪。没错。那现在这个问题到底要怎么解决？我认为没有办法解决，因为刚刚亮哥也讲了，伊朗根本不认啊，说我也没叫他去打，他自己要去打，我有什么办法？那胡塞组织老实讲也不是那么听话的组织啊，他也有他们自己的一些想法。那我觉得叫他叛军其实也蛮奇怪，占领首都的人，到底他是政府军还是你是政府军？所以谁是叛军？我觉得，而且他不是战一下子，他已经战好几年了。2014内战开始到现在啊，对，所以现在你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才是现在也门政府嘛。我们把它叫做交战团体了。对啊，就是这样子，不是叛军组织了。实际上，盖达组织也在那个内战当中。对啊，他们已经好几个派系在里头，所以我觉得他们现在就是一个混战的状态。那内战里头这些组织，其实最可怕的是什么？你知道，就是很难有人能够叫得动他们。因为他们都是来自335月，而且他们有他们自己内部的一些想法。你并不是你有提供武器给他，或有提供资源给他，他就会听你的，那不见得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最釜底抽薪的办法，就是美国赶快跟国际上施压，叫以色列不要打。今天联合国不是通过一个决议吗？说你那个以色列在进行这些动作、攻击动作的时候，你要进行人道，不可以有种族灭绝行为。然后以色列是直接给他轰回去，说你这个根本让人家觉得感到很可耻。那以色列都采取这种态度，表示他要继续进行种族灭绝行为。那这是人类可以接受的东西吗？那你们不去制止以色列的行为，反而叫胡塞运动不要去打，这个根本本末倒置了嘛。没错，我们现在最关键的东西就是要赶快去制止加沙走廊的种族灭绝行为。那联合国已经发了禁令，那以色列不遵守，那你美国是不是应该叫以色列遵守？你美国至少可以做到这一点吧？对，但是你都不敢动，然后你把责任全部推到别人头上，那这个像话吗？所以我觉得现在也不要去怪什么中国啊，也不要去怪什么其他的伊朗啊，其他的国家，美国自己该做的事情先做好之后，你才有资格去批评，不然的话，你扯这些根本没有什么用。胡塞人家讲得非常清楚啊，他就针对美国跟以色列这些相关的，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新闻大白话，我是杨永明，今天的主持人。我们先来介绍今天的3位来宾。首先，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然后退役少将，也是这个前战争学院的教官，小金门的指挥官厉正杰，厉将军。教授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亮哥马上过来。我们先从今天第一节，到底谁会当立法院的院长？立院龙头那，但是呢，他也引出来民众党内部的路线之争。那到底蔡壁如民众党会不会挺尤昌沛呢？蔡壁如说，蔡其昌跟我在海线战到你死我活，你还要支持他吗？然后呢，这一次立院基本上都是这个过去是一党独大，现在罕见的3党都不过半，所以呢，民众党这个8席的的确确是关键少数。可是蔡壁如对于可能会当就是副院长的这个蔡其昌呢是表示了反对。那然后就是柯文哲要去立法院龙头投票，团进团出。那可是黄国昌从蔡壁如到黄国昌说，我不想投给蔡其昌。这个蔡其昌人缘不太好 ，OK， 大概做过他同事的，跟他竞选过的都不太喜欢他，但是尊重党的决议，他这边做了个保留，他毕竟知道他是不分区的，他是尊重党的决议。那黄珊珊在这边有2个动作他听到了蔡壁如3个字呢，他就开始在皱眉头，这个是媒体问到的，他在开始皱眉头，然后呢，他也抢了黄国昌发言时候的麦克风，黄珊珊那非常强势的这个做法，那也不吝啬把他的这个情绪表现在脸面上。那龙头之战，那柯文哲邀蓝绿来做闭门会谈，那事实上呢是要展现出来说，其实民众党的合法做法就干脆投自己嘛。如果你要传达的这个就是他的话，你就能决定立法院院长柯文哲，你应该让民众党最后都投自己，你就可以保持你的尊严跟面子。这是暐瀚他这么讲的。那我们看国民党这边他其实老早的看穿柯文哲的这个诉求，要去操作这一些声量，让这个声量能够升高，好像看起来民众党的关键8席变成是关键80席，愿意释出最大的诚意但不管怎么样，韩国瑜在这几天连续发了3天的这个不同的脸书，说请支持江启臣，然后呢愿意支持国会改革修法。同时呢，愿意以最大诚意拜访民众党团他不断的就用脸书的表示。但是呢，昨天江启臣也说了，一定会跟韩国瑜同进同出，因为立法院选举是这样，院长是上午，副院长下午。如果上午不是韩国瑜出现成为立法院院长，江启臣说，我马上果断退出副院长选举。这么讲。那没有拿院长就硬触国会绿白合吗？王宏说：“这个说法会被笑，因为有人这个说法也许好像谢龙介有这么说。如果这个院长被绿的拿去我们干脆所有的国民党员就去投给黄珊珊，让黄珊珊来做副院长，那就变成这个绿白合。那王宏威说这个是开玩笑的，你不要当真，怎么可能失去这个政党的立场你会被支持者被笑说你太白目、太窝囊。”那民众党会不会泡沫化？这是一个现在的辩论，因为我们看到过去的3党不断的就是说3党出现中间路线，但昙花一现。那我们看到柯文哲，真的会博声量、抢版面、骑自行脚踏车去搭公车，但是吴子嘉说他100%的会投就是国民党，也就是在这个立法院院长投票上面，否则的话呢？这个就是说，如果选举选输了，将来他会被国民党跟民进党联手清算的。那林俊宪就说了，柯文哲这个所谓的寄生战法，未来4年才有勒索的空间，不趁这一波将自己化身为国会多数的一部分，他的政治影响力就会泡沫化。院长的选举只是他现在是唯一的机会。可是蔡正元委员他就不同观点，他说柯文哲路线代表的是浅绿加上浅蓝构成的。就是说，民众跟支持者，他不会泡沫化，因为浅绿是不喜欢赖的激进台独主张，浅蓝是不喜欢国民党现在的风格，所以在基础上，柯文哲的路线可以吸住这些浅绿浅蓝的路线，那民众党不会泡沫化。韩冰，我觉得其实蔡壁如讲的就是一个最基本的东西，也就是你们
才刚刚结束的选举，你们不是一直在跟民进党对冲对抗吗？然后结果选完立刻回归去支持民进党，这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吗？对啊，这好像你选举的时候全部都是骗人的，然后选完之后又回归真实世界，是这样吗？所以我觉得如果到最后民众党去支持游锡堃，这个就让大家觉得非常奇怪嘛，不知道你在干嘛嘛？是你要怎么对你的选民去交代这件事情呢？所以正常的状况下，你好歹也应该是去支持国民党嘛，因为在野的时候，就算总统层级没有蓝白合，至少在立委部分是蓝白合的，对啊，所以你理论上来讲应该要走这一条路。那就算好，你不想被界定为说你是小蓝，那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全部投自己啊。对啊，就是不用去支持游锡堃啊。对，那但是现在民众党就故意把调子拉得很高，你们一个一个都要来给我面试，然后我来怎么样？我觉得拉这么高干什么？对，他是抢到了新闻版面，对，可是这给人家的观感未必会好，因为现在很多人都觉得你们明明只有8个人，为什么弄了一副好像你有80个人一样？是真的感觉哈。对啊，讲的好像你才是国会第一大党，你们每一个都要看我的脸色。对，我觉得这是给人家观感非常非常不好的，所以。民众党这一波操作下去，我觉得恐怕到最后会偷鸡不着蚀把米。我觉得适可而止就好，重点还是在未来国会民众党自己到底应该怎么表现。我觉得重心应该放在这边，而不是去做这些小动作。那至于说民众党现在最大的隐忧是什么？我认为民众党当然不太容易泡沫化，可是如果柯 P 一直压不住党内的内斗，让他们把内斗直接台面化的话，因为最近蔡壁如的事情就闹得非常大。是，今天又把蔡壁如邀请函，终于有他的名字，然后把他名字又写错。对啊，你们到底这是故意羞辱人吗？还是你们办事真的如此草率呢？那如果你党内的内斗直接台面化成这种态度的话，那未来这个党内部还会和谐吗？还有办法大家团结一致共同走吗？这次不会有人跑票吗？这个都会让人家觉得说，民众党到底是不是一个团结的政党，还是你们内部派系三头林立？那黄珊珊。我早就认为黄珊珊跟黄国昌不会很合了，这个大家一看就知道了嘛。那问题是陈昭姿跟他们2个又会合吗？也未必哦。那蔡壁如代表的是老臣子这一派，那这些新贵跟老臣子能够相合吗？恐怕都是问题。我觉得柯 P 应该是要出面来处理这个事情，而不是放任他们自由发展，到最后就会形成一团混乱。那至于江启臣说，如果韩国瑜没有选上，那他也就不会再选副院长，我觉得这是非常正确的。国民党团本来就是要表现出自己的态度，对，拿不拿得到院长其实没有那么重要，我个人是一直这样认为。那重点是，如果这一次能够凸显出民众党到最后是一个很权谋的政党，他在立法院正副院长选举的时候搞出一些小手段，甚至可能倾向于去支持民进党，如果能够凸显这一点，对国民党来讲也不算赔啊。我觉得是这样子啊，让大家看清民众党的本质也很好啊。所以我个人认为，国民党就是走自己该走的路，选不选得上并没有那么重要，但是要展现出自己在野最大党的一个气魄出来。那柯文哲，老实说啊，他到底是作秀呢，还是只是因为他性格古怪，所以常会出这种奇怪的事情？我不知道。可是他现在已经面临到一个，我个人认为啊，有人说自大是一种自卑的象征。因为我个人认为，他这次在选完之后，他先是一开始可能真的陷入那种自我怀疑，我怎么会选得这么差，怎么这么糟？然后最近又变得非常自大，大头症上升，好像大家都要看我的脸色，都要来求我一样。我真的觉得柯 P 这种心境过程值得心理学家好好去研究。但是问题是，柯 P 如果持续用这种暴走的方式去行事的话，到最后当大家对你的诚信都觉得有问题，以后你讲什么话我们都不会相信的时候，那你自己就要自食恶果。民众党的泡沫化可能就从柯文哲自己开始。亮哥，有没有感觉柯文哲有一点帝王作风啊？不，他本来就让他底下的2派系相互去对抗，然后呢，制衡自己，后来跳出来做这个公正的这个裁判者哈，然后也抢得这个声量。你确定只有2派吗？我认为是8派啊。这8个人事实上。有很多人事先根本不认识啊。对，这个我认为民众党最大的问题是2点啊。第一个是他是一人政党啊，对，这个跟他有没有路线没有关系啦。当然，这个来自对2大党的不满嘛，大家都知道啊，对啊。可是问题是，如果整个党只有你一个人，那你再优秀，你也没有当年宋楚瑜厉害吧？
对，宋楚瑜的政党也不见了，对不对？那第二个是你至少要有人选得上区域立委啦。没错，我跟你讲啊，这种单一席次的，包括立委，包括县市长，如果你都没有，因为高虹安也不是因为民众党的单独力量当选的、对，对不对？那你这样这个政党永远只有不分区的立委，你怎么生存呢、所以我觉得蔡正元那个只是他没有去分析这个政党的本质啊。你只是说啊，我们这个社会上就是有一些讨厌蓝绿两大党的选民啊，这个我当然知道啊。是，可是历史上得到这种票的政党很多啊。他为什么都不在？每次都会出现。对啊，因为不喜欢蓝，不喜欢绿，这种选民就是有嘛。对，那有时候有一些总统候选人就拿得到嘛，有一些拿不到嘛。所以我觉得他要长期发展，一定要奠基在，比如说2026他选得上县市长，然后2028他选得上区域立委了，不然我认为很难发展了。而且我坦白说，到现在你可以说清楚民众党的路线吗？请问民众党的路线是什么？不蓝不绿。这个哪里是路线呢？这个只是一种情绪嘛，没错，就是对政党的不满嘛。对，你的定位是什么？比如说蓝绿两大党有一些基本矛盾嘛，我们都知道啊，统独，两岸政策，废死，反核，两个党的立场是泾渭分明嘛，但都是立场嘛。对吧？那请问民众党的路线是什么？立场是什么？对啊，因为你基本上，比如说，财政要严格啦，要公开透明啊，这个不是路线啊，这个不是路线啊，对，这个是施政该有的一些标准嘛。改革路线呢？这个不是，我跟你讲，政治学没有人这样分析政党立场，就是那种东西是虚的，就是你要有政治分歧嘛，构成，比如说。人家说，要么就阶级嘛，要么就宗教嘛，就是你要有一些根深蒂固的政治立场，对，不然你不可能有固定的选民啊。是，因为你如果说你的选民的本质是因为年龄啊，那你就注定是一个不稳定的政党，因为年龄在政治上不构成分歧啦，因为会长大，他们是变动的，对，而且它是变动的，对，它是跟着时代的风向在变动，是。对不对？比如说，又出现另外一个跟你一样有魅力的人，他们可能就转了。对，那绿白合呢？这一次，绿白合，王宏威说是不可能，王宏威说是不可能这样子投啦。不是啦，那个你是指怎样投？就是说这个副院长去国民党去支持黄珊珊，我那是他反对了，对吗？国民党内事实上有另外的想法啦。谢龙介是这样讲的。不止啦，那个赖士葆也跟我上电视的时候就说，就把他送作堆啊，让白的阴谋曝光啊。书记长都会这样讲，我那个是还没有当书记长之前，是吧？他个人看法啦，是这个也许是气话啦。对，事实上我认为国民党不太可能去把副院长投给，就是说如果说韩国瑜输了啦，下午你说。你要叫国民党去投给黄珊珊，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对，这个就一个党团来讲，这个做不到了。对，比较有可能的还是紧急推出预备人选了。如果江启臣不要选，那我认为国民党应该要讨论预备人选，就不是单纯只是让掉。你让掉就是民进党当选了。OK， 不然民进党投给谁就是谁当选了。对。因为你如果都投给自己，那就是由民进党来决定谁当副院长嘛，那不是蔡其昌就黄珊珊啊，那等于是你自己放弃战场所以江启臣这个说法，就一个党团来讲，其实不一定成立了，他个人可以了，对，他就说我一定要韩国瑜当院长，不然我不要做，这个可以，可是国民党作为一个党团，不能这样的立场，你等于是弃守战场。对，江启臣这么说是为了要再进一步去这个推韩国瑜了，但是呢，党团是一定要有这个第二方案嘛，对不对？对，当然是这样。好，来将军，有一句话叫“庙小妖风大，池浅乌龟多”，我觉得这句话现在来形容民众党好像蛮适切的。从选后到现在为止，几乎都是民众党的新闻。
那从一个这个他在这边要出考题，考2个大党，到昨天我们看到的尾牙宴上面，所以都是新闻不断。对，我可以觉得预言呢，民众党最后它不是泡沫化，它是裂解化，它根本就解散了。业界为什么呢？我觉得我们从头来看我们政治来讲，所谓不分区立委为什么要推这种政策？就是有一些人他可能在某一方面有这专长，但是他没有选票，他没有能力去选举，所以我们希望把这种人来请他利用他的专长来参与国政，所以我们设计了不分区立委这种制度，譬如说是弱势的团体。譬如说是在财政方面有专长的，譬如说在医学方面有专长的，我们希望我们国家需要这种人来参与我们国家的国政的讨论。那这些人他本身他没有选举的能量，所以我们把他纳入不分区立委。那这些人一进来以后，你应该贯彻他4年的立法委员的任期，他才可以推动他这项他的理想、他的目标、他的政策。那你这个政党，你去挑选不分区的时候，你就应该以这个方向来挑选，而不应该是以党的利益来做优先的考量。那我们现在不管看这个民众党挑选的黄珊珊、黄国昌，或者甚至于说是他们这些人都准备说是以后来参加地方选举的，就是你党的利益，你党的利益你是高于国家的利益。那既然你认为你的党的利益会高于国家的利益来讲的话，这些不分区的这些小哥吉拉，就他的利益他一定高于你党的利益，这就很明显的道理嘛。你想要用一个民众党去当这个关键的少数，那这些立法委员，你这些小哥吉拉，就会他想要以个人来当一个关键的少数，影响你党的整个政策。现在我们看到，不就是这么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吗？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如果说我建议柯文哲最好还是回归于你一个这个在野党的扮演好应该扮演的角色。在野党应该要扮演好的角色，就是说我有我自己的立场，对吧？就像亮哥刚刚讲，你要有自己的立场，你提出来你的政策主张，不管你是偏左偏右，是统或者是独。对不对？你应该有你的主张。第二个就是说，你应该要这个在这个立院投票方面，你就坚持投你自己的政党。如果说是你要图这个官位来讲，要图你民众党的壮大，你当初就应该跟蓝的合作，你到时候可以分到的位置更多，你可以培养的人才更多。那你现在去跟绿的合作，你能够分到几席的阁员，而且是靠人家施舍给你的，你这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说我建议柯文哲在这种状况下，你就投你自己，这8席你就投你自己的人选吧，这样反而可以凸显你自己的这种政党的独立性的角色，反而对你来讲是最有利的选择。如果你现在在这边叫这边来参加考试，叫那边来参加考试，最后你投自己，我跟你讲，这2个政党最后都觉得说你在羞辱我，那反而不管他们这个会不会这样认为，但是民众会认为你在羞辱另外2个政党。2个党都答应要去了。对，那礼貌上面是要去，对，都要去。可是如果说到时候他任何一个不支持，或支持其中一个，另外民众会不会认为说你在羞辱人家当主席？可是支持他的年轻人可能觉得这个不是羞辱。那我们觉得，其实现在柯文哲不只是有一点这种帝王的这种作风哈，那让党内平衡，那同时他也真的会玩杠杆，这样一个8席可以把它完成有80席的这样一个态势。我们休息一下。